这个世界上最难治的就是穷病，所有人都想活下去，奈何口袋里的资金有限，难免会在医院里耍起无赖。问心中的庄家顺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在他的世界里，钱是给一家老小花的，他一个大男人，只要吃饱穿暖就行，哪怕是生了病，也只是简单找医生开点药，只要能够将就，他肯定是不会选择住院的。庄家顺的任性导致他的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，医院找了最好的医生为他做手术，几乎是可以保证万无一失的，可庄家顺却为了那点检查费，生生要了自己的性命。妻子更荒唐，竟然听了丈夫的话，对医生隐瞒了重要的病史。在此之前，她甚至为丈夫买好了保险，即便是有最差的结局，也不至于两手空空的回去。在手术成功后，庄家顺的脑部突然出现了大量的溢血状况，几乎是在一瞬间，他的瞳孔便全部散掉了。一旦发生这种状况，可不能怪医生不救人，死亡不过是眨眼间罢了。可庄家顺的妻子却谅解不了，非要说是医生害死了自己的丈夫，除此之外，还要求医院给自己一部分的赔偿。住院费有没有全免先不说，反正一般除了死亡事件，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医院肯定会先花钱息事宁人的。他们倒是想给家属一个公道，只不过需要解剖尸体罢了。奈何家属不但不同意，还迅速活化了庄家顺的遗体，这不典型的做贼心虚吗？顺便再拿医院一部分赔偿金，起码在失去主心骨之后，不至于活得太狼狈。其实庄家顺夫妇身上最讽刺的，不是坑骗赔偿，而是他们给女儿取的名字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，女儿的名字叫做庄西南，看似简单的几个字，实则是有很深寓意的。西南无非是希望再生一个男孩罢了。很明显，庄家顺与妻子还是典型的重男轻女，虽不至于对女儿太过冷漠，但他们却把女儿当成了这个家唯一的依靠。不想出检查费，就让女儿在医生面前卖惨，还想要个男孩，就给女儿取名叫做西南。明明日子已经很苦了，却依旧没能放弃生一个儿子，这才导致两个孩子的年龄差会那么大，一个还在上幼儿园，另一个则已经要考高中了。穷的话就少生点孩子，无论男孩女孩，都是他们的亲生骨肉，何必要把对男孩的渴望光明正大的去代替女儿的名字呢？最厌恶的还是重男轻女思想的人群。说句很真实的话，人类的繁衍是离不开女性的。如果说大家都喜欢男孩子的话，那人类就没有延续的必要了。经济实力强，拥有亿万家产的也就罢了，那些人的确是有资产让自己的孩子继承，可那些连看病都舍不得花钱的人，为何会对男孩如此看重呢？难道说还有隐藏的皇位要继承吗？